卧槽，怎么回事？我特么的不会穿越到冰河时期了吧？获得捕鱼网成衣，说明捞鱼或捞取海面上的冰块，冰块内有生存物资。宝剑望了望远处漂浮的冰块，希望能从里面得到取暖的物资，不然天黑降温后八成会被冻死。以现在冰块的流速来看，只有2-3分钟的打捞时间。欢迎进入滨海求生世界，在这里，玩家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。说明1，浮冰是你存活的前提，可以扩展和制造浮冰，但你需要足够的工具和材料。2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你可以制造出任何东西，只要找到合成图和相应的材料。3，这里远比你现在看到的更加精彩，也更加危险。游戏中死亡即真实死亡，无法重来。温馨提示：邪恶的鲨鱼正在觅食，被他们盯上很危险。宝剑下意识四处看了看，靠，说来就来。还好，鲨鱼只是围着浮冰绕了几圈，没发起攻击。交流频道已开启，快去看一看，说不定可以获取重要情报。居然还能和其他玩家交流，我这么不是做梦吧？傻一觉起来就到大海上，好冷，救命！快收集冰块！我在冰块里找到了木头，能点火。浮冰上能点火？这游戏允许点火就肯定没事，何况这还是白天，天黑了会更冷，到时候不点火就等着冻死了。打引燃料，没有打火机呀。去制造界面可以直接合成火堆，还有制造界面。宝剑意念一动，一个玩家面板浮现。先看看交易界面，可以玩家间交易物资，无通用货币，以物易物，建筑类物品无法交易。看来大家都在交易木头生火取暖。拥有合成图和对应的材料，你可以制造出任何东西。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一个烤火堆取暖，至少先搞到3块木头和一个草盘。郝建望向海面，一大片冰块刚好靠近。正当郝建等着他们靠近打捞一波时，突然意识中闪现出红色字幕：货物，货物，货物，货物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游戏卡 bug。发现宿主遭遇末日威胁，系统降临，系统遭遇游戏防火墙攻击，系统干掉了游戏防火墙。系统，我开挂了，把游戏防火墙都干废了，这系统相当牛逼啊！系统，系统，貌似什么都没发生啊，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系统不会和防火墙同归于尽了吧？我的头！谁？郝建还没反应过来，耳边又传来一片乱哄哄的叫声：捞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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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我！捞我！难道是那堆冰块在说话？而且冰块越近，小黄人般的吵嚷声就越响亮。不管3七21，先把他们捞上来再说。捞我！捞我！我有木头，我有木头，我有泥巴，我有泥巴。我有排骨换蒜，我有排骨换蒜。这些冰块在说他们身上的物资，太好了，先捞排骨罐罐。又砸我的头！难道这个浮冰也会说话？不管了，先捞冰块。我有鱼，我有鱼，我有鱼，我有鱼！嘿嘿嘿，过来吧你！哎呦呦呦呦，过分啊！没事没裂开。我有冰，我有冰，我有冰。靠，那特么不就是空的吗？我有泥巴，我有泥巴，我有泥巴。以后再说。我有图图，我有图图，我有图图。图图？莫非那里面是合成图？不管了，先捞起来再说。获得碎冰乘2，云屋合成图乘1。合成图已进入您的合成列表，可随时查看。果然是合成图，必须抓紧时间把重要物资的冰块捞回来。剩余的冰块都已经挑远了。沉默有点遗憾，那些冰块居然更遗憾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！好失望，好失望，好失望！哎呦呦呦呦，太重了，要沉了！卧槽，脚下的浮冰又说话了，而且这次是警告，要赶紧扩建浮冰了。臭小子，快点分解冰块扩建我，再不快点我就裂开了！别忘了先造个小木锤。冰毁人亡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分解，获得碎冰乘12，木头乘4，草团乘3。郝建刚要造浮冰，就听到一声惊叫：啊！救命啊！有鱼在啃我呢，我要裂开了！鱼？他们在哪呢？你小子快点啊！他们就在这。靠！就这几条巴掌大的小海鱼，能把浮冰啃裂开？获得小海鱼乘3。还好你小子动作快，不然我就要被他们给咬沉了。芝麻大的事说成世界末日一样。为了防止它真的沉下去，郝建果断选择制造浮冰。现在碎冰只有20块，只能建造2单位面积的碎冰。好吧，多造1块是1块。他刚完工，脚底下的浮冰就不乐意了。你小子怎么才造了2块？你以为碎冰都是天上掉下来的？那你别闲着，接着捞啊！我是来求生的，
还是给你这块老浮冰打工的。材料够了，合成。啊！救命啊！着火了！我说你能不能安静会？拿火烤着，你受得了吗？我特么现在巴不得被火烤着。小小年纪这么没有同情心，老夫真是痛心疾首。不管你，看看世界聊天频道去。妈的，冻死我了！谁有木头？我拿碎冰换。开玩笑，谁他妈缺碎冰？我打捞的冰块都他妈分解变成碎冰了，忙了半天就搞到一个破草团，草团交易给我吧！你他妈有没有人性？就一个草团还要拿走？你们知足吧，我他妈打捞上来一份无人物，靠近有概率生病。我操，打捞冰块还特么有风险，这是把玩家往死里整啊！看来除了自己，没人能听到冰块说话，优势在我，趁着机会收购一波。小海鱼交易碎冰了。我操，我他妈没看错吧？有人用食物交易碎冰。这是来搞慈善的吗？碎冰肯定有别的用途吧？都快饿死了，谁他妈关心别的用处？我买，我出10个碎冰，我出12个。特么，我所有碎冰都给你，一共25块，兄弟，卖给我吧，我出60块碎冰。你哪来那么多碎冰？我特么砸了2平方浮冰。卧槽，狠人，这是为了吃的不要命啊！这是为了吃的不要命啊！就冲你这玩命的劲，我都得给你交易。哎呦，又砸我的头！别叫唤，用来给你扩建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哇呀呀呀呀！不要把碎冰放在我身边，太冷了，我特么快要熄灭了。别吵，我这就挪开了。建造，还好我早有防备。嘿嘿嘿嘿嘿，你个老浮冰还搁那偷笑？先烤点东西吃。貌似只能吃罐头。我现在都快熄灭了，你烤东西之前不能添一块木头进来吗？什么？还添木头？你想把老夫烤漏了就直说。不添木头，你给郝建热罐头吗？什么？你说他叫郝建？郝建果断往烤火堆里添了块木头。哈哈哈哈！老头，让你说郝建，活该！你也闭嘴！看看有没有烧烤架的合成图，还真有。除了金属，还需要铁丝。郝建查看了一下，发现一份金属就可以合成1根铁丝。也就是说，想制造一个建议烧烤架，自己至少外搞到5份金属。他抬头望了望，发现有一片浮冰靠近。有人！快点！不好了，有鲨鱼！鲨鱼哪呢？在下面呢。哎呦，还好扩建了浮冰，不然很可能直接被鲨鱼给撞翻。捞我！我有泥巴，我有塑料，谁有金属？我有！我有金属，你给老夫轻一点。我有图图，是图图，在哪呢？拉我！已经没有浮冰了。在这呢。原来是被老浮冰给挡住了。分解，获得碎冰乘10，金属乘2，石头乘1，草团乘2，棒球帽乘1，大型烧烤架合成图乘1。这次收获真不小。去聊天频道看看其他人的情。救命啊！我的浮冰被鲨鱼给撞翻了。我的浮冰被鲨鱼啃碎了2大块，就剩2米乘以2米。谁有食物？我拿木头换。谁有水？水就不用交易了吧？抱着碎冰啃冰茶就行。不会肚子疼吗？哎呦，肯定肚子疼了，我他妈拉浮冰上了，而且排出来的东西直接冻上了。卧槽，恶心！谁有食物？我用一副手套换。必须把它搞到手，老是这样徒手干活，手指头很快就会冻僵。吃饱了，味道真不错。交换手套去。我用小海鱼换你的手套。2条，就1条。2条，1条根本不够吃。那对不起，我不要了。等等，我加1块金属换2条鱼，这我不更亏吗？算了，我也不是很需要手套。你这么大方，找别人交易吧。我就不信了，现在有谁肯用食物换东西？果然，不到1分钟，对方又找回来了。兄弟，我用1副手套、3份金属、1份玻璃换2条小海鱼，这总不算过分吧？成吧，交易。普通的线手套稍微有一点保暖的效果，感觉这波似乎有点亏呢。算了，有得带就不错。马马虎虎吧，还算有点作用。先去建造烧烤架，材料已经够了，开始建造。郝建顺带合成了一个小铁盆。好沉啊，太重了！什么东西在埋怨？
下面肯定是有什么东西，在海面以下，自己肯定是看不到的。不过，老浮冰，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这老家伙假装睡觉，行，你等着。啊呀呀呀！你还往里添柴火？不装睡了，你看看海面下是什么东西在说话。你等着，我看看，这海水的能见度太低了。别啰嗦，老夫看清楚了，是王八驮石碑。你特么看清楚再说。老夫这么大岁数，还不行有个老花眼吗？这次看清楚了，是个乌龟驮着个箱子。乌龟驮箱子，宝箱，兴许是吧？它在哪？在我下面。有宝箱绝对不能错过。快说，给我指个方向。你往右边一点。郝建立刻往右挪了挪。再深点。就要撞上你的网了，保持住，别动。撞上了，快收网。我的天，你真特么把我给砸裂开了！妈蛋，真的能裂开？快说，怎么修补裂缝？往裂缝上浇淡水。现在一时半会也搞不到淡水，好在这条裂缝不算深，一时半会浮冰裂不开。驮着宝箱的乌龟去哪了？你那捕鱼网那么小，搂不住，当然是跑了。你还有心情问这个？老夫快特么裂成2半了。郝建选择无视。这老家伙说话每次都那么夸张。先看看宝箱里有啥。郝建靠近宝箱，介绍信息就弹了出来。冻僵的铁皮宝箱，说明冻僵的铁皮宝箱可以开更多出稀有物资。稀有物资靠谱。你开启了冻僵的铁皮宝箱乘1，获得玻璃乘2，金属乘2，花岗岩乘2，尖刺流星锤乘1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一件武器，漂亮。郝建烤着火，轻轻摇晃小铁盆，忽然就听老浮冰发出一声惊悚的大叫：“要命了！鲨鱼啊，过来了！”卧槽！卧槽！我的妈妈呀！疼！郝建，你倒是做点什么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妈蛋，敢拆我的浮冰，干废！啊！你特么还敢来！疼！卧槽！鲨鱼居然在喊疼！可恶，让他给溜了！老浮冰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我没事，他可能不行了。啊！卧槽！这该死的鲨鱼，东西全毁了！哎，阿弟，冻死我了！刚才谁往我身上泼的水？这分明就是刚刚那个烤火堆，2次点燃的烤火堆，居然是同一个生命。算了，现在浮冰离这还远，正好小海鱼也已经游了，先干饭。郝建把它拿起来，不用怕烫，递到嘴边，这功夫就已经不烫了。味道鲜香可口，唯一的问题是味道有点寡淡。他吃着吃着，忽然听见脚底下的浮冰发出一阵嘿嘿嘿的猥琐笑声。老浮冰，你笑什么呢？老夫刚才看见啃我的那条鲨鱼，被另一条大鲨鱼给吃掉。卧槽，这不是完了吗？能把它给吃掉的鲨鱼特么的得多大？郝建忽然觉得自己很有必要继续扩建浮冰了。本想再扩建一圈，奈何碎冰不够用。这一波多捞一些，分解出来的碎冰至少可以把浮冰扩建为4乘5米的面积。很快，那片冰块传来小黄人一般的吵嚷声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，有人！不要捞我，别捞我，不要被捞走！完了完了，他靠过来了！这是啥情况？都不想让自己捞，哪知道他们身上都装着啥？有了，谁有泥巴？我要泥巴！没有，没有，我是木头，我是木头，我是贝壳，没有泥巴，别捞我！我是草团，不是泥巴！你骗人，你骗人！我是木头，我捞的就是木头，哈哈哈哈！接下来就到了开奖时间，分解，获得碎冰乘12，木头乘1，贝壳乘1，小海鱼乘1，海虾乘2。稳了，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。3个食材加在一起，勉勉强强能吃饱。这贝壳有啥用？一种重要材料，可以用来制作防具，能合成装备，不错。
游戏公告：6小时后将进入黑夜，请各位玩家尽早准备过夜所需物品。如果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一觉睡过去，你可能会变成冰雕。谁他妈告诉我入夜前需要准备啥？肯定是保暖物资啊，不然肯定被冻成冰棍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先合成4面冰墙挡风，再造几个草垫子放在里面，旁边点个烤火堆，应该能熬到天亮吧？这能行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好像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。有，放棉被，但需要棉花。我特么只找到了一个棉花，一条被子需要10份棉花，这还不算其他材料。靠，我他妈还是造草垫子吧。自己有冰屋合成图，倒是不用造头顶漏风的冰墙了。至于铺盖，只能制造一些草垫子。郝建打开制造界面，查看所需的材料。合成草绳需要2个草团，算下来一个草垫子总共需要10个草。如果睡觉的时候下面铺3层，上面盖3层，至少需要60个草团。头疼啊！按每次打捞10来个冰块来计算，天黑之前自己至少打捞5、6次。只要能把草团凑够，至于制造冰屋的碎冰，到时候肯定是够了。郝建望了望远处，发现一大片碎冰正在靠近，绝不放过一个草团。哎呦，老浮冰，你叫唤什么呢？有一群小虾米在啃老夫。他们在哪呢？下面好多好多好多。郝建不淡定了，按老浮冰的说法，自己随便捞就能捞上来一大堆，这也太小了吧！一网兜下来都不够装一碗。哎，蚊子再小也是肉。郝建连续打捞了10多次，最后一只也捞不上来了，才收手。我都快熄灭了，你靠谱至少能不能少添块木头？顾不上了，回头灭了我给你复活。啥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夫终于不用被火烤灼喽！老浮冰，你别幸灾乐祸！都闭嘴，别耽误我打捞冰块。捞我，捞我，捞我！我有木头，我有木头，我有草团，我有草团。就你了，芬姐，不错。有点冷了，加点木头。等会把这一盆虾汤喝掉，又暖和又能补充点水分，不过味道应该不咋地。突然在这时，半空中一只海鸟俯冲下来，居然猛地掠过郝建的头顶，精确的在浮冰上啄了一口。哎呦，疼！这海鸟就是为了来啄个冰，原来是自己漏掉的几只小虾米。还有一只，瞄准，俯冲。卧槽，好吃好吃！还有吗？再找找。喂，小鸟，我给你虾米吃，你告诉我前面有没有漂浮的冰块，怎么样？我的天，你能听懂我说话？能这么说，看来可以正常沟通。告诉我你看到的情况，这些小虾米全都是你的。先尝一个，先尝一个，我先尝一个。少来，你告诉我一件事，我给你1只小虾米。1只太少，1只太少。3只，小虾米也不大，多给几只也没啥。你前面有一块浮冰，浮冰上有2个人，凶神恶煞的，好吓人。一块浮冰，2个人，凶神恶煞的，对方该不会是结盟的海盗吧？吃虾米，吃虾米，我要吃虾米。知道知道。啊！这下子老浮冰不乐意了。你要吃就吃，办得着每次都来个高空俯冲吗？害怕，坏人会打鸟。来这吃，我不逮你。郝建往后退了退，海鸟试探着落下来，用豆大的眼珠子瞅了瞅他。大好人，你还想问啥？这态度就很配合。你飞过去看看那2个人的浮冰上都有什么，主要看看有没有武器，还有告诉我他们距离这多远。这次我给你50个小虾米。大好人成交。小海鸟扑腾着翅膀飞向远处。还行，还够熬汤的。现在就等小家伙的消息了。坚冰收纳箱，碎冰6/6，魔法冰晶石1/0，木质收纳箱，木头6/6，魔法冰晶石1/0。看来不管造哪个，都需要搞到1块魔法冰晶石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对，加虾的加虾。加虾，这小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吓成这个样！小海鸟落下来，吃了只小虾米压压惊。我刚飞过去，他们就有网都要抓我，差点就被拔毛给烤了。烤小鸟，别跑！我还指着你给我送情报呢。回来吃虾米。那块浮冰上有一大堆碎冰，10几个草团，还其他几个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们有没有武器？有2把长矛。他们离着多远？好远，2
2、3个小时才能靠过来。听到需要这么长时间，郝建竟有点失望。如果对方真敢对自己大打出手，那就用流星锤教他们做人，顺便打劫海盗。按说大家都在大海上漂着，速度应该差不多都一样啊，怎么会相遇呢？你有意见吗？别看了，我是大海，我爱让你们怎么漂就让你们怎么漂。大海，的确，他爱怎么游就怎么游，自己管不着。郝建还想再跟大海沟通一下，但对方没再回应。大海一天睡23个半小时，这功夫80%是睡觉。这么能睡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希望老浮冰一天睡23个半小时。不过，要不是老浮冰咋咋呼呼，我也抓不到小海鱼和小虾米。好吧，冲这一点，忍了。你还没吃饱？没吃饱。好吧，再给你几只，我的晚饭还没着落呢。大好人，大好人。还行，没死皮赖脸一直要，是一只有分寸的鸟。郝建烤着火，望向远处，忽然他被即将飘来的一片浮冰吸引了目光，居然有一块散发七彩光芒的大冰块，这绝对是极品，就算耽误捞草团，也要把这块七彩冰块给捞上来。瞄准，下网，中了，好重！啊！我的天，太沉了，老夫要沉了！安静，没工夫管这老头，要抓紧时间打捞其他的冰块。很快，剩余的冰块飘远了。这次只打捞上来了7个普通冰块，如果七彩冰块能开出点特别的东西，也值了。分解，无法直接分解，啥意思？还需要特殊的工具？神奇炫彩冰块作为海洋上稀有度最高的冰块，只有使用冰晶锤才能对其进行分解。分解后100%获得一件高级物品，且该物品具有唯一性。这也就是说，神奇炫彩冰块开出来的宝贝，整个游戏世界只有唯一一个，也不用担心开出唯一一个垃圾，因为100%是高级物品。这冰块里到底藏着什么？透过冰块往里看，七彩炫光之中，隐约有个白色的东西，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。想知道就得先把冰晶锤造出来。冰晶锤，魔法冰晶石0/5，用魔法冰晶石打造的锤子，可以高效的建造、修理和拆卸。好家伙，一来就要5块魔法冰晶石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到现在1块魔法冰晶石都没见过，更别说5块了。合着这神奇炫彩浮冰自己还打不开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分解不了，就让它烤灼慢慢融化呗。分解，我去，一点变化没有。看来冰晶锤是唯一可以把它敲碎的分解办法。好难受，现在守着个大宝箱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郝建望了望远处，暂时没有冰块靠近浮冰。好吧，去问问别的玩家有没有。谁有多余的草团，我高价收。我用食物换草团。别费劲了，谁有多余的草团啊？我特么今晚不睡了。草团，收购草团。我倒是不太担心草团的问题，按自己的打捞效率，凑齐草团没问题。不过，如果自己有多余的草团，应该很容易交易到魔法冰晶石。味道寡淡，有一点淡淡的海鲜味，不好喝，也不难喝。干活！我有木头，我有木头，我有照照，我有照照。照照是什么鬼？哪个照？我特喵是个男人，要他何用？虽然心里这么想，郝建还是把2个冰块都捞了上来。分解，竟是个口罩，自己终究是想多了。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小白点，看起来好像是另一块浮冰。浮冰上好像有人，貌似有2个。难道是小海鸟看见的那2个结盟的玩家？对方的浮冰还在靠近，眼看双方就是要相遇的架势。随着双方越来越近，郝建看到对方有个人不在浮冰上，他们居然有木筏，难免一战了。很快，双方靠近到了不足100米的距离。对面的人听着，把之前的物资全都交出来，我们对面的人听着，把之前的物资全都交出来，我们是海盗。还真是海盗。不过就他这个样子，等把木筏划过来，还能有力气打劫。随着木筏越来越近，瘦子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卧槽，老大，还有手套和口罩！”什么？抢过来！后面浮冰上一个胖子急不可待，居然也丢下一个木筏，开始往这边划。郝建背着个手，把尖刺流星锤藏在身后，就等2个傻海盗自己送上门。小子，那么快把物资都交出来！警告你们，再打我物资的主意，
后果自负。自己的流星锤抡起来，比他俩的长矛长了不止10几寸，怕个球！臭小子，你特么还挺嚣张！老二，上！我特么一矛戳死你！哎呀呀，滚蛋！竟然敢撞我！好剑，让他好看！别，我就是个木筏，我是无辜的。卧槽，对方的木筏居然还在跟老伏兵交流。好剑，快揍翻这个木筏！好剑，别干翻他！不要！都特么闭嘴！我特么还没说话呢。我管你说没说。特么你还敢动手？胖子见状就往这冲，想要偷袭。好剑，他要偷袭你！看见了！郝建一就死死拽着流星锤，突然一甩，流星锤瞬间松开。啊！救命！大哥，快过来拉我一把！废物，等我宰了他再说。不要啊，我他妈会被冻死的。胖子根本不管他，玩命的划。木筏撞到伏兵上的瞬间，胖子提着长矛一下子跳上来。哎呀，好沉！对方好像练过，别看一身肥膘，玩起长矛根本靠不近。臭小子，流星锤拿来吧你！哎呦，卧槽！哟呵，力气还挺大。敢抢我的物资，你完了！就凭你！他正得意，神色忽然一惊。卧槽，别！我来给你降降温。王八蛋，你特么跟我玩命的！老二，快来帮帮我，我特么不会游泳。胖子扑腾着回头看，发现老二冻死了。卧槽，伏兵还得造大点。对了，还有他们的物资。先过去把物资拿回。这下草团足够了。哎呀呀，郝建，你要杀了老夫吗？忍一忍，回头我给你修复。这特么是忍一忍的事吗？现在有了木筏，打捞冰块的时候就可以追着冰块跑，能多打捞好多冰块。刚想到这，不远处就有一大片冰块靠近了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有人抓我们呢！抓我们呢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这波冰块不配合啊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木筏太小了，根本放不下那么多冰块，物资太沉，还有沉没的风险。干，为毛造这么小的木筏？郝建无奈，打捞了7、8块就划着木筏赶回去。他这刚把这些冰块搬上伏兵，海面的冰块就来了。最后还有2个漏网之鱼，郝建直接坐上木筏追过去，2下子解决，完美。郝建，你快扩建一下吧，不然我真要沉下去了。这次老家伙真没骗自己。这形状有点奇怪啊。郝建找来刺冰，继续扩建。分解。可燃冰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玩意被称为固体瓦斯。可燃烧，可燃冰可以充当燃料，燃烧效率高，需要密封容器储存，可充当特殊设备的能源。需要密封容器就很难受，不然直接烧掉吧。郝建发现手头多余出来了5个草团，草团可是现在的硬通货，卖掉。他立刻打开交流频道发了条消息：草团代售，需要的私信。我要魔法冰晶石。魔法冰晶石，那是啥玩意？见都没见过。大佬，我用2条小海鱼交易成不成？我用合成图交易。朋友，我有1颗珍珠交易1寸大的。瞬间交流频道炸锅了，但没有一个人出售魔法冰晶石。这种情况下还收不到，这就很难受了。算了，好歹看看有什么别的好东西。郝建的私信闪起来了。朋友，我用1张桌子合成图交易5个草团行不行？目前看来，桌子就没啥用。大佬，我要10个草团，用螃蟹交易，很鲜的那种。食物还是算了。兄弟，我有你要的魔法冰晶石，2块换20个草团。居然有冰晶石，而且一来就是2个，2个要20个草团太贵了，便宜点。别开玩笑了，要不是没有草团这种东西我会卖，就20份。10份？你见面打对折就过分了吧？绝不可能。眼看就快天黑了，相信我，你不可能交易到足够草团，我给你的数目已经很多了。那也太吃亏，你要是没有草团，给我点别的东西。郝建想了想，觉得对方8成不会轻易松口，与其如此，不如把那块可燃冰卖给他。我加1块可燃冰。可燃冰，燃料，你草垫子不够，肯定需要多烤火吧？这，我话撂这了，你要是不跟我交易，10个草团也买不到。这么好吧，成交，快点。
交易成功，获得魔法冰晶石乘2，真不错。只要再来一波冰块，自己5个草团的亏空分分钟补齐。郝建抬头一看，远处一片冰块正在靠近。饶我！饶我！饶我！我有冰，我有冰，我有蛋蛋，我有蛋蛋，我有蛋蛋。蛋蛋是啥？鸡蛋、鸭蛋还是鹅蛋？不管了，能吃的蛋都是好的。还不错，分解，还让我看看是什么蛋。分解，获得碎冰乘2，炮弹乘1。郝建都惊呆了，居然特么的是炮弹，合着这冰块喊的不是蛋蛋，而是蛋蛋。一时间，郝建心情很是复杂。炮弹这玩意威力发射出去威力相当大，可问题是，我特么的怎么把它发射出去？这首先得有一台大炮啊！这特么就好像修仙小说里的主角，得到了一本绝无仅有的独门法术，但需要达到金丹境界大圆满才能修炼。可主角才到凝气期，哎，自己还在这过原始社会的生活呢，搞个炮弹用来装逼吗？好吧，可能真的只能用来装逼。冰屋碎冰100%，淡水2/4，还差2份淡水。郝建毫不犹豫选择制造铁皮桶，幸还有玩家没凑齐草团去交易金属。不到1秒钟，交易成功。果然，现在玩家们为了得到草团，根本不计代价，哈哈哈。收获的物资不少，但大多数都是碎冰，剩下的木头估计1晚上就烧没了。哎，还是太穷，自己还是要多勤劳一点，哪怕每次能多打捞上来1-2块冰，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如果能再打捞1块神奇炫彩冰块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嘿嘿嘿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温度是越来越低了。郝建凑近烤火堆，把铁皮桶也靠近过来，防止淡水再次结冰。等了好一会，另外2份淡水总算融化好了。开始干活。冰屋碎冰100%，淡水4/4，材料齐了，合成。不到2分半，冰屋制造完成。待在这里面真的很挡风，还不错。不过这玩意在夜晚没有半点隐蔽性可言。好吧，这个问题以后再解决。郝建是不想出去挨冻了。冰屋里虽然谈不上暖和，但至少不那么冷。做着3层草垫子，再披上3层草垫子，似乎又稍微暖和了一点点。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。瞎扛不扛饿啊？手头的食物也已经吃光了，咋整？郝建吧唧吧唧嘴，目光落在了身下的老浮冰身上。老浮冰叫啥？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能吃的东西。大黑天的，我往哪看？海里现在乌漆嘛黑一大片。不配合，好吧。郝建往烤火堆里丢了块木头。哎，好说。迫于沉默的威胁，老浮冰开始牙疼一样的嘀咕起来。前边乌漆麻黑，什么都没有；左边乌漆麻黑，什么都没有；右边没有，你就不用说出来了。是真多。郝建摸过来一把长矛，朝着老浮冰扎了一下。世界归于宁静，只剩下烤火堆偶尔传来燃烧的噼啪声。有鱿鱼。在哪？左边。郝建抓起捕鱼网，就冲到了浮冰左边边缘，但周围乌漆麻黑一片，根本啥也看不见。告诉我从哪下网？往后一点。对，就是这。骑在我身上。感觉有什么东西掉进了网兜里。这太黑了，看不清。哥们，长得挺肥吗？夜宵就是你啦。郝建闻着渐渐散发出来的香气，还是忍不住流口水。饿了，看见什么都觉得香。不到2分半，一条肥美的烤鱿鱼就被他吃光了。准备睡觉，虽说在这睡觉谈不上舒服，但也绝对不算遭罪了。这睡觉前不得先刷半个小时手机，手机是不可能有的，那就刷交流频道吧。哎，还有多余的草团，我只造出来了4个草垫子，有草团的行行，好吧？别求草团了，草垫子多一层少一层，根本没区别。太特么冷了，明天不会还要这样过夜吧？我点了2个烤火堆，感觉暖和了许多，你们要不要试试？你以为大家木头很多吗？我今晚不睡了，生行。卧槽，那是个啥？我特么没看错吧？有一条大船，真正的船。啥玩意？你是不是冻出幻觉了？这地方怎么可能有船只？我特么绝对没看错，就是一艘船，还亮着灯，开得特别快。那你特么求救啊！人呢？这兄弟怎么不说话了？那不会是一艘要命的幽灵船吧？据我分析，他可能是疯掉了，没准出现幻觉跳海了。我操！
我这么也看到了一艘大船，又封了一个。不对吧？怎么会这么巧？难道真的有大船？那大船又是干嘛用的？这就很有幽灵船的感觉了。郝建感觉有点乏了，干脆关掉了交流频道。明天搞魔法冰晶石。睡了，老浮冰，晚安。谁？老浮冰，这货居然还会打呼噜。烤火堆居然没吵着让我添木头。特么，我差点睡死过去了。郝建，快添木头，我又支撑不住了。啊，谁？趁老夫睡觉偷袭我？这哥俩真实版的水火不容啊！早饭还没有着落，至少水得管饱。郝建一边烤着火，一边打开交流频道，发了条消息出去。收购魔法冰晶石，有冰晶石的私信我。刚把消息发出去，私信喇叭就闪烁了起来。有戏！兄弟，魔法冰晶石是啥？特么的，还以为这人是来交易的，居然跑来问什么是魔法冰晶石。兄弟，我没有魔法冰晶石，但我有个更值钱的东西，你要不要？你有话就直说。炮弹来一发不？炮弹？居然还有别人搞到了炮弹。不过对方肯定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，没炮。低价收回来，你想要什么？3份金属，5份草团，3天的食物。嚯，狮子大开口啊你！兄弟，这可是炮弹，这武器。兄弟，你要的可是食物，还是3天的？总之不能再低了。我最多给你1天的食物和那些材料，不然免谈。开玩笑，谁有那么多食物跟他交易？自己的早饭还没着落呢。老浮冰，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食物。老夫还没睡醒呢。我挨饿，你肯定没有好果子吃，自己看着办啊。老浮冰骂骂咧咧几句，算是答应了。好了，由于他妈来找你报仇了。郝建，快跳下去逃命吧！啥玩意？你特喵说的这是人话吗？跳下去和自投罗网有啥区别？总之，你这次真摊上事了。别胡扯，鱿鱼能有多大的？在哪呢？我去把他抓上来。他来了。突然，浮冰猛地震荡了一下。我的天！快还我儿命来！我去，台词怎么跟闹鬼一样？浮冰周围伸出来至少4根大腿粗的触手。快还我儿命来！还我儿命来！祖宗哎，你快跳下去吧，老夫我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！老浮冰，你最好保佑我活着，不然我保证咱俩肯定一起玩完。不能忍，辛辛苦苦造出来的浮冰，让他一爪子就拍碎了。我靠，真疼啊！小心你身后！你丫偷袭我！他使出吃奶的劲，用流星锤死死拽着鱿鱼触手往冰屋里面拖。我特喵给你火烤了！他死死撑着被缠住的鱿鱼触手，使劲往烧烤架上贴。找我麻烦是吧？小爷我正愁没饭呢。啊，我的爪！烫！烫就对了，铁板鱿鱼能不烫吗？大鱿鱼疼的大叫，使劲一抽，差点把烧烤架给掀翻了。你特么想杀我？我特么喷了你！突然，海面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嘿，竟然跑了！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有本事就回来烤全鱼。本来还愁没早饭呢，现在有了。分解。郝建把其中2块放在烧烤架上烤着，自己跑出去打捞掉冰块。这功夫，远处那片冰块刚好飘过来了。我有线线，我有线线，我有木头，我有木头，我有污染物，我有污染物。污染物，你靠边站。等等，冰块里的污染物只要不分解，就不会伤害到自己。这样的话，不就有了生化武器？郝建正要挨个分解，烤火堆突然暴躁的大叫起来：“我灭了！我灭了！你的鱿鱼还烤不烤了？”郝建还饿着肚子呢，一听烤火堆火要灭了，赶紧冲过去添木头。郝建正要出去分解冰块，突然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老浮冰怎么没叫唤？喂，老浮冰死了？死了！靠！老夫不完整了，少了足足48%。这就是3平方浮冰吗？等我忙完了就给你修好。对了，刚刚多谢你提醒我有危险啊。老夫死了。算了，先不管他。郝建走出冰屋，对刚打捞上来的冰块进行分解。登山镐合成图，这茫茫大海，要登山镐做什么？难不成玩家有可能遇到冰山？说明用来爬山，尤其适合在陡峭的山壁爬行，这就很容易制造出来。这玩意有点像鹤嘴锄，头上尖尖的，应该很好用。郝建忙了一早上，早就饿了，把登山镐拎进冰屋，想用胳膊粗的鱿鱼须，肉质紧实香，唯一的问题是缺点咸盐和辣椒面。发现私信喇叭闪烁了起来。兄弟，我专门发消息告诉你一声，炮弹老子不卖了。什么情况？
这家伙找到出价更高的买家了，不可能！你这人无不无聊，不卖拉倒，滚一边去！兄弟，坑不着我了吧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子遇到了一座大冰山，马上就要发达了。等会，你说什么？冰山？黑心商人，羡慕老子了吧？这不撞枪口上了吗？兄弟，我真的有点羡慕了。你能告诉我那冰山长啥样吗？没见过吧？冰山几十米高，飘在大海上，跟海岛一样。冰山顶上还有个宝箱，等会兄弟我靠近了，宝箱里的东西就归我了。嗨，冰山的路好走吗？你不觉得徒手爬上去会摔得很惨吗？你到底想说啥？你难道就不需要一个好用的登山镐吗？啊，本人刚好有一把登山镐，价格优惠，只需1枚炮弹，10块木头即可购买。你特么的！好好想想，或者你徒手爬一下试试看。回见。想嘲讽我，门都没有。谁有登山镐？高价收一个登山镐。妈蛋，冰山徒手爬不上去，谁有登山镐？私信我。都遇到冰山了吗？只有少数人遇到了冰山，不过他们貌似爬不上去。估计没人有登山镐，不然肯定趁机敛财。是啊，肯定趁机敛财啊！出售登山镐，只接受稀有物资交易，想要快死我！我操，终于有个卖登山镐的了。特么，怎么又是你？我特么绕不过你了是吗？交不交易你看着办哈。瞬间，郝建的私信闪起来了。兄弟，卖我一把登山镐吧，按你说的价成不成？现在服软了，装逼的时候想啥呢？再加10份金属。什么？你这也太黑了！我上哪搞那么多金属去？你要么去打捞，要么去交易，这不归我管。总之就是这个价，本人就是你心目中的黑心商人。兄弟，别呀！资源丰富的大冰山在朝你招手，别让他等太久哈。哎，兄弟，我求你了，再便宜点，你说句话啊，兄弟，我买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挺肥的嘛，这些材料居然一口气就拿出来了，大概还是坑少了。我用5份金属，5份塑料，5份木头交易成不成？成交，等1分钟我造出来。太感谢了，兄弟，我等着。东西太多了，你考虑考虑我这年迈的身子行不行？这老浮冰日常夸大，东西是多了点，但还不至于把浮冰给压沉。不到10分钟，郝建又卖出6把登山镐，但接下来他发现询问自己的玩家变少了。难道没有其他玩家遇到冰山？我手里有登山镐，只要4份金属，3份木头，想要直接去交易频道找商品。我操，这么便宜！干，我特么买贵了。真的只要这么点物资，我买到了，爬冰山去。见到这情况，郝建并不生气，继续合成登山镐。很快，他收到了连成串的交易提醒：制造。一直有人买，郝建就一直挂交易。郝建，你这么要钱不要命啊？老夫要沉了！少吓唬我！救命啊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烤火堆要熄灭了！卧槽，都泡到这了，怎么不提醒我？老夫都喊了半天救命了，你小子根本不搭理我啊！谁让你有事没事就乱喊救命？等着，我这就合成浮冰。以后没真出事不要瞎叫唤。老夫死了！又来！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老家伙估计将来还是这副德行。他望了望海面，发现遥远处有个小白点，那玩意应该就是冰山了。看来自己也得准备爬冰山搞物资了。趁着功夫没别的事，郝建返回小冰屋，顺便把剩下的鱿鱼触手肉块都烤卖掉。手头的基础物资已经太多了，接下来食物必须交一点值钱的玩意。鱿鱼触手肉块仅售5份，只接受高级物资交易。鱿鱼触手肉块，一条鱿鱼才多大？还要分成小肉块卖，奸商。对呀，我捞上来的鱿鱼都只有巴掌大，鱿鱼须子分成5份，那他们还不够塞牙缝的呢。我操，我这么差点上当啊，这绝对不能买。恕我直言，你们抓的鱿鱼都是小崽子，我抓到的鱿鱼是他们老妈。我操，兄弟，你也太会吹牛了，你倒是说说鱿鱼他妈多大个？招摇撞骗，反正天寒地冻的，食物放在手里也坏不了，有人买就卖，没人买拉倒。忽然，私信喇叭闪烁了几下。兄弟，咱们交易过，你那个鱿鱼触手肉块到底多大个？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为了交易几条鱼把浮冰给刨了的猛人。烤熟之前和大腿一样粗。我操，真的，兄弟，你究竟是怎么把那么大一条鱿鱼宰了的？我没宰，他自己丢掉一条触手跑路了。啥？那么大的鱿鱼见到你都跑路？因为我活着烤了他一条触手。操，兄弟，没看出来你挺狠的。自己哪有他狠？为了口吃的，把浮冰刨的就剩2平方，这家伙现在还活着就是个奇迹。
买不买？买。开个价，不接受基础物资交易。兄弟，闹钟你需要不？闹钟？你居然还有这种东西？嘿嘿嘿，这东西换2块鱿鱼出手肉块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真的不过分。有了它就可以准确规划时间，定个闹钟就可以安心的待在冰屋里烤火了。成交。兄弟，那钢缆你需要不？你还有钢缆？钢缆我是没有，但我有钢缆合成图，换2块鱿鱼出手肉块不多吧？这就不划算了。钢缆虽然有用，但没准哪天就合成图泛滥了。1块？嗨嗨，1块就1块。不过兄弟，你需不需要花裤衩？这个真的不需要。那太阳伞呢？你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？哆啦 A 梦吗？兄弟，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我碰见了一个没有人的浮冰，从那上面捡到的。我服气了，这家伙运气的确好。还有什么好东西？一口气说完。他等着看消息呢，朱大油却没动静了。找别人交易去了。不能够啊！现在没几个人有多余的食物。他正纳闷，朱大油的消息发过来了。兄弟，我摊上事了。啥？遇上海盗了？比那严重。遇上鱿鱼他妈了！我特么大白天活见鬼了！开什么玩笑？这地方还有鬼？等等，难道没人的浮冰上其实住着只鬼？这么，那只鬼说谁动了他的东西，晚上就找谁。靠，这位仁兄够实在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谁还敢买？这些东西我全都卖给你，换5个肉块就行。你欺负冤大头啊！这些东西全都招鬼，你还想换5个肉块？兄弟，你想啊，你要是把鬼干掉不就没事了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先说说到底都有什么东西？闹钟、太阳伞、花裤衩、花衬衫、大墨镜、钢缆合成图，还有一个背包，我本来想留着自己用的。背包有这一件东西就值了，至于其他的也先搞回来再说。看在你小子还算实在的份上，一口价4块鱿鱼触手肉块。成交。用草绳编织的背包，拥有50个容纳单位，装入物品不会增加重量。好东西。恶鬼的草编背包，用草绳编织的背包，拥有50个容纳单位，装入物品不会增加重量，会招来恶鬼。卧槽，背包的名称和介绍都变化了，自己必须想个办法干掉恶鬼。太他妈真实了，今晚恶鬼必上门。现在只有2个办法，要么把这些东西转手卖掉，要么今晚宰了恶鬼。所以还是宰了恶鬼吧，这事就没商量。除了生锈的闹钟，其他的东西几乎屁用没有。这天寒地冻的，搞来这么多夏天使用的物资。郝建在合成界面搜索了一下已解锁的全部武器，他想找找看有没有可以击杀恶鬼的装备。很快，一把名为斩鬼刃的武器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居然要消耗掉1枚宝贵的魔法冰晶石！靠，合成，不然今天晚上就得被恶鬼搞死。斩鬼刃用于击杀灵体类生物的近战武器，也可以对付非灵体类生物，但不小心砍碎了怪可惜的。真特么说到我心坎里了。忽然感觉身边袭来一阵刺骨阴风，一回头，一个披飞散发的模糊身影赫然站在自己身后。闹鬼啦！卧槽！闹鬼啦！特么，你不就是鬼？啊，我是鬼。猎鬼先生突然回过神来，但他瞅了眼有点绷不住的郝建，默默飘走，消失了。这就走了。突然感觉这玩意可能有点多余，就这鬼也配叫恶鬼？算了，等晚上再说吧。估计这只恶鬼伤自尊了。老伏兵能把鬼吓得大喊闹鬼，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。恶鬼飘走了，郝建开始把东西塞进背包，把物资安排好。老伏兵明显轻松了一些，居然还扯着嗓子唱起来了。嗨嗨嗨嗨！到底是什么让老伏兵如此自信？终于，有人忍不下去了。闭嘴！郝建当这一段话就你闭嘴！恶鬼魔晶击杀灵体有一定概率掉落，用途暂时未知。未知？看在此恶鬼死得如此草率的份上，等等看吧。一般用途未知的玩意，将来都有大用。行了，闭嘴！你这属于精神污染。郝建，快给我添块木头，让他骂人比唱歌好听得多。懂不懂艺术？老夫我当年也是情歌小王子。
郝建决定让他骂人。靠！你们跟老夫来真的，混蛋！听起来舒服多了。习惯听骂街，被老浮冰逼得越发变态。远处果然是一座冰山，但一时半会依旧靠不近。造个钢缆，等靠近冰山，把浮冰和冰山用钢缆固定住，这样不用担心回去的时候浮冰飘走了。不过这就需要再在老浮冰身上钉个钉子。忍忍哈！好了，你看多快！好，见。冰山出现之后，附近都没有成堆的冰块了。也罢，歇着，烤火吃饭，喝开水。我的天！我在冰山上找到一个冻僵的宝箱，结果我一不留神，那宝箱自己一蹦一蹦的跳海里了。我操！宝箱还会自己跳海里？兄弟，你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？大家都小心，我的宝箱也差点跑掉了。冻僵的宝箱有可能变成活蹦乱跳的宝箱，找到马上开，别犹豫。嘛，宝箱成精了，注意，一定要注意！不一个锤子就没见过宝箱。自己曾经从海龟身上搞到过一个宝箱，幸亏当时打开的快，不然宝箱恐怕就跑了。趁现在没事，提前睡个午觉，很不错。睡觉。迷迷糊糊之间，郝建在冰屋里睡着了。睡梦中，脑子里还徘徊老浮冰刺耳的歌喉。起床啦！起床啦！起床啦！时间到了，闹钟没响，谁叫的我？起来了，快点关闹钟！卧槽，这东西也会说话，搞什么鬼？时间不是还没到吗？闹铃敲起来很疼的，起来了，快把我的闹铃给关掉！擦，一闹钟居然怕敲闹铃，那你做什么闹钟啊？啊，快关掉，要响啦！不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！嘿嘿嘿嘿。知道郝建有多缺德了吧？你闭嘴！闹钟以后提前5分钟叫我，我保证关闹钟，知道不？我头疼。冰山很近了，这流速就很贴心。随着距离冰山越来越近，郝建看清了他的全貌。冻僵的宝箱上去了，先把它给敲晕，或者直接敲爆。正琢磨呢，他忽然听见一串低沉的呼噜声。老浮冰睡觉呢，有可能，还是不要吵醒这家伙。省得他唱歌。冰山越靠越近，10几分钟后，砰的一声，浮冰轻轻撞在冰山上。郝建拿起铁钉子锤子，瞄准好黄陡峭的冰面上使劲一敲。那个混球趁我睡觉凿我脑袋！卧槽，冰山也会说话，自己好像过于大惊小怪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混蛋，你还早！我说你让不让我爬上去吧？本冰山拒绝任何人攀爬，没看我长得这么陡峭吗？是个很有性格的游戏道具。首先，爬肯定是要爬的。而且要靠这玩意爬。其次，我要是一次爬不上去，肯定还会爬第2次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就造2把登山镐。所以，我爬的不顺利，你身上只会多出更多窟窿眼。而且，你本质上就是个游戏资源，生来就是被人爬的。冰山想掉头跑路，可惜没有脚，更没有鳍。你说这么多废话，说到底不还是要让我遭罪？遭罪肯定是要遭罪，但你要是给我指一条好走的路，我就能省点事，你也能少扎几个窟窿眼。这特么说来说去，还是我倒霉。郝建一登山镐砸下去，开始往上爬了。靠！你特么别乱来，这边不好爬。嘿嘿嘿，还是行动最有效。说，你身上有多少资源，怎么上去最省事，还有怎么把你脑袋顶上的宝箱弄下来。你冰山老弟，别看你比我大，但老夫我看得比你通透多了。给你一句忠告，千万别惹缺德货。老浮冰，你特么？好吧，这也算帮自己威胁冰山，忍了。我中间那座山峰有个冻僵的宝箱，主峰下面有几个草团和木头，左边山峰有个冰洞，里面是金属、玻璃、塑料和一盒午餐肉，右边山峰下面也有个冰洞，里面有一块魔法冰晶石。魔法冰晶石，这真是太好了！告诉我怎么爬上去最省事。往左走有个45度斜坡，爬上去有个平坦的地方，翻过右边一个1米高的垂直面，沿着缓坡直接走上去就行。完美，谢谢哈，你比老浮冰上道。你也会非得凿我的时候，轻点。我尽量。这就很难保证，登山镐凿得太浅，滑下去咋整？搞不好会直接摔进大海的。45度坡，你还要用登山镐啊？大哥，你是冰，冰很滑的。我说你这2下距离太近了吧？忍忍就过去了。我真没想多凿几个洞，问题是我不能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吧？冰山少一个窟窿，自己可能就会鲨鱼了。哎呦，你快点爬啊！我特么后悔了，你怎么不摔下去淹死？我可收着劲呢，别骂缺德之人。
靠，6次了，上面再有一次就爬上去了。开什么玩笑？你当我是蜘蛛侠吗？起码再来3下。对不住，这下没凿好，太浅了，我重凿一下。你特吗？按冰山指的道路，郝建很快就爬上了45度斜坡，前面果然有一块平坦的地方，这地方就好走多了。地面上零散的分布着一些物资，是几个木头和草团。不错，现在吃的东西基本没调料，要说味道，还是午餐肉更香，至少是经过调味的。哎，没办法，有冰山大哥的极力配合，这就很容易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物品，宝箱。他抬头一看，中间冰封顶端的大宝箱戳在上面一动不动，估计现在是冻僵的状态。爬上去把它弄下来。开什么玩笑？这冰封过于陡峭，70、80度的陡坡，延伸上去30、40米，一般人爬不上去。正犯愁呢，半空中传来一道熟悉的叫声：馋虾米，馋虾米，馋虾米！又找自己要吃的。他瞅瞅小海鸟，又瞅瞅坐落在冰封顶端的宝箱，突然笑了。这不是来帮手了吗？冰面那么滑，让小鸟帮自己把宝箱推一推，直接往我这边推下来不就行了吗？小鸟，鱿鱼吃不吃？鱿鱼仔，吃吃吃！不是鱿鱼仔，是鱿鱼吗？这么大个，都给我！老板要我做什么？老板真懂事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鱼能使鸟推香。这是定金，你吃饱了帮我把那个宝箱推下来，事成之后，这一大块都是你的。小海鸟急吼吼地落下来，啄起肉丝往后退了几步，嘴巴吧唧几下，直接把鱿鱼肉丝给吞了。香，还要先干活，我给你撕肉丝。老板贴心，老板贴心，我去干活，我去干活。要说这世界上会说话的玩意，也就这只萍水相逢的小海鸟最合自己心意，只要给吃的，什么事都肯帮忙做。这功夫，它已经扑腾着翅膀飞上去了。它飞到宝箱旁边，对准一侧使劲蹬了一爪子，宝箱貌似动了一小。好处好处，得加肉得加肉，加肉肯定加肉。小海鸟卖力的一下一下使劲蹬，一边蹬还一边叫：嗨嗨嗨嗨嗨嗨嗨哎嗨！宝箱滑动了一大截，眼看就要掉下来了。只要宝箱掉下来，直接给它一锤子。伴随小海鸟使劲一蹬，宝箱自冰封顶部滑落。还想跑？去你丫的！我操！救命！杀宝箱了！你俩要打去海里打！真抗揍！你别跑！你别打！你不跑我就不打！你不打我就不跑！那边那边那边，这边这边这边，他要爬上去，要爬上去！他砸到我的鱿鱼肉了，我的鱿鱼肉啊！小心那边滑！郝建怎么也没想到，海盗自己杀了，鱿鱼自己烤了，厉鬼自己砍了，现在居然对付不了一个宝箱。这玩意能活蹦乱跳就算了，关键还特抗打，居然还嚣张的挑衅。你来呀，你来呀你！我躲！哎呦，你打不死我！真的是给他脸了。打开！活蹦乱跳的铁皮宝箱拒绝被你打开。特吗？好吧，只能生把它给砸开。我的头漏了。对于这种不服管教的宝箱，就得狠狠收拾，至少要戳出个能伸手进去的洞，这才是关键。5分钟后，宝箱的盖子被戳开了一个足够大的窟窿。冰冻可乐是个稀罕东西，但棉花更加稀有。要是能做一件厚实的棉袄，简直就是人间奢侈。冰冻可乐回头放在烤火堆烤一烤，化到一半的时候直接拿来喝。昏迷的宝箱醒过来，趁郝建不注意，那宝箱一下子叫走了，还停下来威胁郝建：我记住你了，你等着，我的兄弟朋友会来报复。色魔，死鸟，你他妈偷袭我！好样的，过来吃饭吧。好爱好爱，真的比刚才多好多。嗨嗨，那当然，肉还是那块肉，只是撕碎了，看起来多了很多。看着小海鸟狼吞虎咽的吃肉丝，回想起宝箱最后说的那句话，确定没听错，他确实是说他的兄弟朋友会来报复。特么，尽情的报复啊！宝箱的亲戚朋友，那特喵不还是宝箱吗？千万别食言啊！要是每天都有几个大宝箱跑来找自己寻仇，别提多幸福了。开玩笑，谁嫌宝箱多？郝建瞅瞅小海鸟，明显有些吃不下了，又吞了几根肉丝之后，小海鸟扇扇翅膀飞了起来，
留给我，留给我！我要叫我的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七弟、八弟、九弟、10弟过来一起吃。这么多兄弟，原来他排行老六。去吧去吧，给你们留着，以后我就叫你老六啊。老六，老六，我是老六，给老六留着，老六马上就回来。你去吧，肉丝给你留在这，我要下山了，一会你自己回来吃。物资都采集光了，留下来没意义，还不如赶紧回去暖暖身子，烤烤火。喂，下山你还要用登山狗？对啊，掉海里怎么办？接下来的10分钟，郝建在冰山大哥的惨嚎声中爬了下去。郝建回到小冰屋里，舒坦的烤起了火。真好吃，真好吃，没吃饱，没吃饱。我们兄弟空手过来，要吃得好吗？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善良的人类都是喜欢小鸟的。大哥，你是老鸟。老六，快让大好人给我们来一块鱿鱼肉。就是。貌似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老六那么懂事，自己又不是做慈善的，你们要东西吃我就给。老伏兵不失时机发出猥琐的笑声。嘿嘿嘿，郝建，依老夫看，你还是别喂了，干脆把他们抓起来，10只烤小鸟，它不香吗？烤小鸟？老板，这坏伏兵是大坏蛋，兄弟们，跟我一起啄他。大哥，我听你的。下一刻，所有的海鸟全都低头猛啄老伏兵，包括老六。这下郝建都快看不下去了。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你活该，这属于犯众怒，要说偷偷说啊，非得当着10只小鸟的面说。都别啄了，开饭了。呀！你这家伙胆子不小，不怕我给你烤了？不怕，鸟多力量大。开饭！好家伙，理直气壮的白嫖。2分半后，最懂事的老六出来了。老板，我们不白吃。光老六一只答应了有啥用？自己要的是一个整编的航空大队。我是大哥，我说了算，老板吩咐的我们都干。大哥说的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对。说定了，1鸟1根肉丝，领完了去帮我到附近侦查，侦查回来再开饭。1根太少，起码2根，3根3根，5根起步。老六，你快说句公道话。郝建郁闷的摇摇头，鸟多嘴杂啊，就1鸟1根，吃完去干活。他们吃了东西，七嘴八舌的扑腾着翅膀飞走了。郝建重新回到冰屋，整理了一下到手的物资。自己最紧缺的还是食物，除了午餐肉、可乐，就只有2块鱿鱼触手肉块了，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。突然怀念鱿鱼他妈了，1条触手就够吃好几天，1整条都打捞上来，小半个月吃喝不愁。看看大家发展的情况。兄弟，一只马克杯交易10个草团，怎么样？你有魔法冰晶石吗？你要那玩意，我自己留着还有用。别的东西我不交易。兄弟，真的不来个杯子吗？不然你怎么喝水？我用盆的。另外，我看你还是不冷。1桶泡面交易12个草团，这波我血亏。泡面，梦寐以求的美味食材，这种过去被认定为毫无营养价值的玩意，现在的诱惑力简直堪比满汉全席。但该砍价还是要砍价的。5折，6个草团，12个太贵。你丫太黑了吧？要不是天快黑了，没地方交易草团，你觉得我会把方便面这么好吃的东西让给你吗？不然你开价，你起码给我10个吧。反正距离天黑也没多长时间了，你看着办哈。妈蛋，便宜你了。有点后悔了，为什么要在这么完美的海鲜面里放鱿鱼丝？加把劲，再快点，快到了！嗨，哎嘿！这帮家伙在干什么？好卖力的样子。他们找到了什么？这眼神，老夫都比你视力好。那是个酒瓶子。酒瓶子。漂流瓶指的是漂流在大海里的瓶子，并不一定会得到什么神秘的小纸条。如果不确定瓶子里装着什么，你倒是看标签啊。靠！是酒味，酒精浓度应该还挺高，确信就是伏特加。忽然，郝建听见一阵吸溜口水的声音，他低头瞅瞅老伏兵。是你？依老夫看，那瓶子里的酒8成有毒，不如先让老夫替你试试看。你丫还会喝酒？老夫我对品酒相当在行。你咋喝？往我脑袋上倒点就成。郝建寻思了一下，觉得用老伏兵试试这酒有没有毒很有必要。
啧，好酒，够劲，好剑，再来点啊！有毒，好剑，这酒你不能喝，都倒在我身上吧，老夫我扛得住。他这就过于假了，明摆着吗？这老家伙没喝够，休想骗我，这瓶酒我留着还有大用处呢。你留着有屁用，老夫早看出来了，你就不是个爱喝酒的人。对，我留着去腥。喝吗？你暴殄天物啊！行了，不是给你喝了一口吗？我心情好再给你来一口。现在你安静会，我该喂鸟了。快吃吧，你们立功了，以后饿了就找我，干活就有饭。真香。谢谢老板，老板再见。送走小海鸟，郝建抱着伏特加，乐颠颠钻进冰屋。郝建，别，先给我一口。我等着开饭呢，你等会。我有重要情报，你先听老夫说完。那你倒是说啊。你晓得不下几只鲜虾进去吗？我看到大青虾了。这小铁盆里如果加上几只大青虾，那味道岂不是更诱人？不错，大青虾在哪？你先给我倒1瓶盖。半瓶盖？1瓶盖。就半瓶盖。大青虾快跑了。那你还啰嗦？好，半瓶盖就半瓶盖，那你快点倒上。虾呢？左边下网，运气好能抓到7、8只。就是这。哎呀，好了俩，快收网。等会，你再给老夫来一口。你又看见虾了？这次是小海鱼。怎么平时什么都看不见，今天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食物？你骗鬼呢？老夫发誓，老夫要是说谎，天打5雷轰。滚！你特么别发誓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再不抓就跑了。在哪呢？前面。哎呀，你快点，在前面，往左，对，往左，再往左点。收网，捞到。哎，你还没给我酒呢，先给我倒酒。知道了，等我把鱼处理了下到锅里的。郝建立刻想到了另一个问题。你说平时为什么没那么多小鱼小虾的？是不是你看见了不告诉我？酒。你先说。酒。你特么的。酒。这老家伙不给他倒酒，休想听到一句有用的话。毕竟他算是帮忙抓到了小海鱼，先给他倒半瓶盖。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么多小鱼小虾？又装死！这老东西是真坑，明知道自己缺食物，海里有小鱼小虾，就是不告诉自己。不过现在有办法了，既然老胡丁是个老酒鬼，那就用酒要挟他。下一步多收购点酒回来，各种酒，就不信拿捏不住这死老头。添木头，你做饭不添木头的吗？我说怎么放进去一条鱼，水就开不起来了？等着，马上添木头。哎，你少倒点雷。片刻后，浓郁的海鲜味充满整座冰屋。接下来只要再煮5分钟，就可以开饭了。5分钟而已，郝建却感觉自己足足等于万年。真是太好喝了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唯一的问题是太淡，要是来点辣椒就完美。这顿饭吃得过于幸福，导致天还没黑，郝建就开始犯困了。哎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冰山呢？飘走了。四处望去，根本看不到冰山的影子。难道冰山上的物资全都开发完，冰山就会消失？不对啊，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彻底没影了。郝建回到冰屋里，烤着火，打开交流频道，寻思看看其他人遇到的冰山还在不在。有的人说不一会就沉下去了，有的说一直没沉下去，还有一个比较倒霉，冰山沉下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冰山的山洞里呢，差点没跟冰山一起沉入海底。收各种酒，需要草团的可以用酒来交易。我操，酒鬼，都这时候了，还喝？人家有物资，吃喝不愁。兄弟，啤酒行吗？什么酒都行，白啤、黑啤、红啤、龙舌兰、伏特加、白兰地、葡萄酒、二锅头、茅台，反正是酒就行。收的还真是够花花的，我原本以为你就是需要酒当材料，看来我想多了，你是真喝啊。炖海鲜的时候用来去腥。大哥，你也忒好了，我这饭都吃不饱，也已经开始琢磨海鲜去腥了。简直暴殄天物，我当你是为了喝酒御寒的。大佬，快看私信，我私信你了，2瓶二锅头。嘿嘿，酒来了。大佬，我找到了1瓶茅台，这酒你懂的，味道相当棒。你要交易多少草团？我不要草团，我要交易1块魔法冰晶石。我暗中观察你好久了，现在就你手里的魔法冰晶石多。自己还没处找魔法冰晶石呢。你找错人了，再见。
二锅头2瓶，都是500毫升装，相当够劲，不管是喝了暖身子，还是当调料去腥，都绝对没问题。出个价，我要的不多，就来12个草团，2份食物就成。草团好说，食物可就难搞了。草团没问题，食物最多给你1份。草团可以没有，但必须给我2份食物。嘿，合着他是奔着食物来的。算了，有酒还怕老胡兵不干活？成交，2个鱿鱼肉块交易2瓶二锅头。你丫真一个草团都不给？想什么呢？草团鱿鱼不可兼得。这二锅头看起来和伏特加一样不正经。二锅头，好见，别藏呀，老夫看见了。哦，看见了就看见了。你给我倒点尝尝，1瓶盖就成。少来，以后这玩意就是你的工资，在海水里帮我找东西，找到一样给你半瓶盖。你也太会算计了。废话，不然我用2顿饭换2瓶酒。此刻，老伏兵感觉自己彻底被郝建给拿捏住了。老家伙，好好干活，收获比较大的话，工资翻倍，1瓶盖。奸商，老老实实去干活，没错，就像这样。喂，臭小子，老夫有发现。郝建十分淡定地攥起捕鱼网，但老伏兵下一句话却惊得他整个人一愣。有条大船在后面。大船？天都黑了，难道是幽灵船？郝建取出掌轨刃，奔着伏兵后边就跑了过去。果然，在遥远处出现了一艘巨大的游轮，只看到游轮上一排排船舱都亮着灯，这就很让人羡慕。那游轮上面必定有大量稀有的物资，可惜真的太远了。老伏兵却在这时候很不识趣地讨起了今天的血汗钱。臭小子，老夫帮你找到了这么大一艘游轮，喝2瓶盖不过分吧？这不算。啥？你说不算就不算，老夫不要面子的吗？你要是帮我把那艘游轮搞到手，这2瓶全都给你。不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再给你加3瓶。你小子开什么空头支票？老夫我有那本事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从我身上掀下去。就冲这句话，你酒没了。别呀，你小子不仁义，还不准老夫我抱怨几句。想办法。办法倒也不是没有，只不过你得先给我倒1瓶盖，不然我不说。见缝插针，这老家伙不放弃任何讨酒的机会。我警告你，别跟我说没营养的废话。放心，老夫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岁数，还是很在意节操的。就他还节操？别哼唧了，快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好办，你搞1台发动机，推着老夫追游轮不就行了吗？在浮冰上装发动机，这是什么鬼想法？自己造个船，它不香吗？你先告诉我，上哪搞发动机去？那就不是老夫的事情了。郝建，你小子总玩这手有意思吗？我内心善良，对研究稀奇古怪的整人方法不感兴趣，所以有这一招就够了。烧吧，烧吧，热血沸腾起来！再添几块木头，让我烧开这片寒冷的大海。这家伙燃起来是真特喵尴尬。郝建，我想到新的办法了，你先放开那块木头。你先说。发动机现在肯定是搞不到的，但你可以抓几只乌龟拖着我，只要乌龟数量足够多，铁定能追上游轮。确定用乌龟拖着浮冰能追上游轮？那得抓多少只乌龟啊？不多，有个15、16只足够了。我到现在只碰见过一只驮着宝箱的乌龟，还没抓着。你让自己一口气抓15、16只，你就没有更靠谱的办法吗？这回我真没别的办法了，不然你让鲨鱼拖着我，鲨鱼快。算了。啊，郝建你。先不说自己能不能把老浮冰拴在鲨鱼的尾巴上，就冲鲨鱼那么大力气，他使劲往下一钻，估计整个浮冰都得被拽沉了。至于海龟，碰见就想办法抓起来。郝建等着轮船再靠近些，但那轮船开着开着，突然间闪烁了一下，消失了。好吧，想靠近轮船就得先让这块老浮冰获得动力。郝建钻回冰屋，兄弟们，我捞到了一个漂流瓶诶！激动啥？你直接说捞到了1瓶酒就行。孤陋寡闻了吧？我捞到的漂流瓶里装的是酱油。搞到老陈醋的表示，这很稀松平常。各位都是人才，我捞的漂流瓶里面是特喵的尿。哦，不是，我说的是正经的漂流瓶。正经的漂流瓶？我的漂流瓶里是一封情书，这正经不正经？不是，我漂流瓶里的字条上写的是一件物资的介绍，超级稀有的物资。这家伙到底得到了什么重要的消息？他倒是说啊。等下，我再看看。是关于神奇炫彩冰块的。卧槽，突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，别继续说了。那是一种散发七彩光芒的冰块，必须使用冰晶锤分解，100%爆出高级物品，而且爆出的物品具有唯一性。卧槽，好东西啊！知道这些有屁用？
又遇不到神奇炫彩冰块。傻叉，先把冰晶锤的材料收集起来啊！那玩意需要使用5份魔法冰晶石，这就很难搞。等会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最近好像一直有人在收魔法冰晶石？貌似是一个叫郝建的玩家。不是吧？那家伙收魔法冰晶石，原来是为了分解神奇炫彩冰块。我这么卖亏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用途，将来肯定更难收购，这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集齐5块。好吧，看来将来只能自己去找，打听下谁有发动机。谁有发动机，高价收。我操，这他妈不是郝建吗？兄弟，你真有神奇炫彩冰块？那玩意儿卖不卖？我有1块魔法冰晶石，10天的口粮怎么样？好吧，没人在乎自己问的到底是什么问题，绝不能承认。别瞎猜，我就是造几个储物箱。另外，我特喵问的是谁有发动机？发动机没见过，你还是说说那块冰块怎么卖吧。造那么多储物箱干嘛？没有神奇炫彩冰块，鬼才信。大佬，你收小弟不？我给你当野小弟。靠，不聊了。一个玩家分享个漂流瓶，自己直接躺枪。好吧，等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发动机的消息吧。早点睡，明天一早起来打捞海上的冰块。提前5分钟叫我就行。万一叫不醒怎么办？那你就叫大点声。不然还是提前10分钟叫你吧。也行，少睡10分钟问题不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大叫：“郝建，你特么快醒醒！他们来报仇了！”郝建脑子一阵发晕，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说话的是老伏兵。你还没关闹钟啊？他四处扫视一圈，没发现任何异常。老伏兵，你喝多了，什么也没有啊？都在下面呢，快过来了！怎么着？这次来了一大堆鱿鱼，小鱿鱼他爹、他妈、他叔叔、他舅舅，全都过来了。真是这样可不好对付。到底是什么玩意？一堆王八驮着一堆石碑。啥？乌龟驮宝箱？那个脑袋非自己打漏的宝箱，真尼玛带着亲戚朋友过来报仇了？还是坐着乌龟赶过来的？这不齐活了吗？宝箱和乌龟全都有了。老伏兵，来了多少宝箱？看不清，起码20来个吧。我感觉这次咱们悬了。一堆宝箱有什么好怕的？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宝箱，都带着武器呢。宝箱还带着武器？宝箱还能长出手脚的吗？哎呦喂，捅老夫屁股，不讲武德。小心！靠，特么，海里确定是宝箱？老夫我能骗你？他们要上来了！无畏宝箱骑士团，冲啊！冲！为了骑士团的荣耀，杀啊！来报仇的是吧？来吧，我今天挨个给你们脑袋开瓢！哎呀呀呀呀！那宝箱落地，发现自己只夹着半根长矛，当时就慌了。郝建追过去想把他抽回来，结果另外几个宝箱跳上来，杀！为我大兄弟报仇！给他脑袋开瓢！好几只宝箱一起戳，搞得郝建无从下手，而且每次总有一只宝箱专门戳脚。保持队形，杀杀杀！包围，杀杀杀！根本找不到进攻的机会，这帮宝箱全都练过的吗？臭小子，给泼水！泼水！这帮宝箱明显是活蹦乱跳的宝箱，泼点水冻住，不就变成冻僵的宝箱了？不要给他机会，加速冲锋！冲！宝箱整齐的夹着长矛，加速往前蹦，再快能快过泼水吗？趁他们动作僵硬，郝建一流星锤直接砸飞一只大宝箱。不好了，前锋冻住了，还冲不冲？冲什么冲？撤！能跑的宝箱全都往伏兵上吐长矛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郝建就不能忍，把所有长矛全都丢了回去。郝建扣住一只大海龟就往伏兵上拽，奈何海龟个头太大，龟王只能勉强把它给拖住，并不能直接拽上来。等等我，你们这帮混蛋等等我，我被抓住了。一只游得比较慢的乌龟回头瞅瞅，果断说了句再见，然后run到海里去了。你被俘了，以后跟我混没门儿！有肉吃，1天3顿，管饱。成交。什么时候开饭？你还真不见外，你啥都没干就要开工资，先帮我拖伏兵去。海龟瞅瞅伏兵，扭过脖子瞅瞅自己的体型。哇，拖他？这怎么可能拖得动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臭小子，你要干嘛？我得想个办法固定一下。你就不能想个别的办法吗？钉钉子最省事。哎，龟呢？这货居然在往自己的冰屋里面挤。喂，你干嘛呢？这边暖。没想到海龟居然也想烤火，但冰屋的门太小，
这家伙根本挤不进去。有办法！郝建凑过来，使劲拖着乌龟壳把它整个竖起来，正好贴住冰屋，这样只有下面2个角落会漏风。一点没觉得暖和啊。多烤一会就会觉得暖和了。啥时候开饭？没到饭点呢，等等再说。郝建不管这龟了，还有2个宝箱没打开。打开。轮胎。去了1台车，还差3个轮胎、4个轮子、1个底盘、1台发动机。靠，我还需要你说？看来貌似是个破烂，留着吧，万一将来用得上呢。炮弹有了，轮胎也有了，说不准可以搞个炮车玩玩。这玩意能干啥？他思索了一下，突然笑了。这玩意要是灌上水，那绝对是这游戏世界的大杀器。一球砸爆，爆出来一堆凉水，冷风一吹，正常人他就不可能受得了。老浮冰，我鱼呢？不知道。这货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不提醒我？他威胁老夫，他小声说，啃不到鱼就啃老夫。特么，忽然发现这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憨，精明的很啊。没办法，吃都吃了，还能把它怎么样？总不能把这龟炖了吧？这玩意可是自己辛辛苦苦抓来的苦力，以后任何食物不能放在冰屋外面。老龟开门。好嘞，成功开发出海龟的新用途——冰屋声控门。啥时候开饭？你不刚吃完吗？还开饭？没呀。滚！该怎么往气球里灌凉水？没有水龙头的情况下，把水灌进气球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把碎冰敲成小冰碴，往气球里面塞，等里面的冰碴融化，不就获得水气球了吗？我真聪明。按这种法子，郝建迅速给气球塞好冰碴，完成这一切，倒了一瓶盖白酒，倒在老浮冰身上。发现危险提醒我，老头，你干得不错。不错，但你小子就给老夫一瓶盖，是不是太抠门儿了？成，看在你提醒我躲的份上，再来一瓶盖。啥酒？好喝不？凉白开。凉白开，好喝不？啥也没有。啥也没有，不能吧？到底是啥？好喝不？你盯着点海里有没有食物，咱们断粮了。不说管饭吗？怎么还断粮了？我不管，到饭点了，我要吃肉。感觉这龟要成精了，不然还是把它给炖了吧。我感觉自己迟早要被这老龟给算计。你先去干活，不能给老龟趴听墙根的绝佳机会，还是让它下去比较好。太冷了，等会再下去脱浮冰。你还知道冷啊？海龟在浮冰上面叽里咕噜转了好几圈。不是说太冷了吗？赶紧游！海龟一下子什么都不说了，拖着浮冰使劲往前游。怎么感觉浮冰一点都没动地方，甚至没出现任何晃动？瞬间，郝建反应过来了，老海龟在那演戏呢，差点被这家伙的演技给骗到。老龟，你丫别演，给我来真的！我用尽全力了，实在是没吃饱，没有力气了。你丫别演了，赶紧给我卖力拖！呀，被发现了！意识到演戏穿帮的老海龟，这次明显卖力很多。看来一只海龟的确不够用，但这玩意实在太能吃，一天3顿肉。按小海鱼算的话，一顿至少吃2条。一只龟一天吃掉6条小海鱼，10只龟就是60条，还追什么大游轮？光养这么多海龟，自己就得破产。郝建，有小海鱼在下面，快捞！卧槽！这龟它太过分了，居然抢自己的猎物。郝建，本来有3条鱼，被这龟吃了1条，另外2条全他妈吓跑了。没说不让自己抓鱼吃啊！你完了，我决定不养你了。今天我喝甲鱼汤。对，你喝甲鱼汤，老夫喝2锅头。海龟一看他们这是要来真的，老龟赶紧求饶：慢着，我帮你找鱼，我一天吃5条，剩下的食物我都帮你抓回来。5条？我1天之内就没见过那么多条鱼。别不信啊，你把钢缆造长点，我扩大搜索范围，肯定能找到。这貌似也是个办法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找不到鱼，我就把你炖了。可你没那么大的锅。火烤。迫于郝建的淫威，老海龟不装傻了，彻底妥协。这家伙哗啦哗啦的游了好远，居然扭头想把系在身上的钢缆给咬开，苦于脖子太短，做不到。就知道这家伙想着跑路，但没那个可能。那龟干嘛呢？有点远，好像是抓鱼呢。抓住了，它往回游呢，它吞了。又来，再忍他一次。
已经吃了3条鱼了，如果还不给自己抓鱼回来，烤甲鱼今天是必须得吃了。那么大个头去了可起码2天的口粮，不亏。他抓了个小鱿鱼回来了，鱿鱼也行，只要带回来就行。郝建往海面望去，果然看见老龟叼着个巴掌大的鱿鱼游了回来。我呸，给你！这卖相相当不好，而且这鱿鱼居然只剩下3根鱿鱼爪，这货抓鱼还抽条。我呸，给你！大半条鱼，一条小海鱼被这老龟吃掉了脑袋。虽说自己不吃鱼脑袋，但这么明目张胆的抽条行为实在难以忍受。好吧，和鱿鱼打包一起卖出去。你帮我盯着旁边有没有鱼虾。没有，那么多食物，老龟那边也没有，他在海水里面摸鱼呢。靠，不管他了，等吧，估计再有半个小时，那片冰块也就飘过来了。救命啊！郝建赶紧钻进小冰屋，关掉了闹铃。人类在守时这件事情上永远不值得信任。废话，值得信任还造闹钟干什么？能吃的食物都被海龟给私吞了，还好昨晚吃的比较丰盛，现在并不怎么饿。要是再来1桶泡面就好了，回头可以去交流频道收点回来。魔法冰晶石搞不到，泡面还搞不到吗？郝建突然感觉要盎然，便钻出冰屋，面朝大海释放尿素。恶心！他们什么情况？这声音莫名有点耳熟啊！大海，你睡醒了，能不能熬半小时的？年轻人，你吃的太好了，有点上火。大海，能不能告诉我这附近还有没有冰山？东南、南、西南、西北。按你说的，四面八方都有呗。是这个意思。你确定说的是附近？海里的东西哪不是我附近？行了，你回去继续睡觉吧。是啊，对大海来说，哪都是附近，自己等于白问。距离最近的一片冰块要飘过来了。捞我！我有呱呱，我里面是草团。我里面是泥巴，我是泥巴，是泥巴。叫唤泥巴那声音，怎么越听越觉得不对味？这来占便宜呢？老龟，出来！忙着抓鱼呢。少装，帮我把那堆冰块推过来。果然有他在，的确省事太多，收获的时间到了。开门红，有鱼吃，蛋。老龟，接着下去抓小鱼。之前那个叫有呱呱的冰块里面装着什么瓜？冻西瓜，冰镇西瓜的味道是相当不错的，但冰冻西瓜的味道有点一言难尽。哎，无论如何，有的吃总是好的。不过这泥巴有啥用？用来加固浮冰的。查看一下合成界面。能用来种植，但起码保证种植环境温度达到20摄氏度。这真是个苛刻的条件，这鬼地方保持20摄氏度恒温，简直难于上青天。别瞅了，继续捞食物，我允许你抽成，但不要做得太过分。好嘞。接下来，这家伙时不时就会送回来一点食物。给啊呸！我给呸！郝建看着被老海龟吃剩下的残羹剩饭，内心一阵无语。多好的海参啊，都是半条的，经过老海龟的嘴，就算是一整条的我也不想吃，大不了用交易到的物资换完整的食材。郝建打开交流频道，快速输入一行消息：出售食物残次品，价格优惠，先到先得，统一价码2块木头一份，自己去交易频道购买。木头也算硬通货，毕竟取暖就需要木头。我操，这么便宜！一条小海鱼现在至少5块木头起。等等，残次品是啥意思？先买了再说，吃残次品总比饿死强。大佬，交易频道没有啊？当然没有，我还没来得及挂交易呢。此时交流频道更热闹了。龟毛只有半条鱼，鱼头呢？我这没有鱼尾巴。海参少了1/3，好像是被啃断了。不是吧？大佬卖吃剩下的食物。这特么，我有点犯恶心。你还是不饿，就这，我愣是没想到。由于只剩2根须子，就太过分了吧？退钱！你要不给我，我要。显然，有些玩家并不是活不下去，单纯图便宜来买的。反正我销路不愁，好多人想吃吃不到呢。这些食物虽然都不完整，但价格也不贵，2块木头还想要啥？当然，有些被老海龟抽成严重的，那只能说你倒霉。郝建让老海龟继续忙。
郝建回到小冰屋，顺便暖暖身子。一直待在外面怪冷的，手指头都冻僵了。我累了，想吃口热的。这家伙干活的时候抽成了那么多，居然还好意思跑来讨吃的，你自己叼回来2条。好嘞。那老东西抓新鲜的鱼去了，还是不累？省会，你俩到底谁更老？当然是老夫更年轻。没听过1000年的王8万年的龟吗？这老海龟心眼那么多，老夫估计他至少活了几万年，老夫年轻的多，不过几千岁而已。哦，王八兵！什么？臭小子，你骂我？我回来了，给我烤鱼。我呸！好，老海龟腿出来2条鱼，都是完完整整的。这家伙听说自己给他烤鱼，现抓了2条完整的，心眼果然相当多。别忘了翻面 A。关门。好嘞，好嘞。但这家伙依旧不放心，脑袋钻进来，瞅着郝建烤海鱼。别烤糊了，糊了没营养。闭嘴！这家伙没事偷吃鱼，干活使劲抽成，这还特别多，实在是不省心。跟他比起来，老浮冰都算可爱的萌老头子。在老海龟嗝唠叨声中，郝建把烤得半生不熟的小海鱼丢到他面前。吃吧你！你这鱼不保熟。咋逼？你还想捅了我不成？不敢，下次烤熟点就成。我就是只老海龟，做不了那种残忍的事。老海龟使劲咀嚼，发出了咔哧咔哧的磨牙声。我有理由怀疑，这家伙在变相威胁自己。老东西，你咬这么使劲，牙不疼吗？管得这么紧？老浮冰被对没动静了。我有种不安的感觉，这清嗓子的行为莫名有些熟悉。随后，一阵菠萝嗓子发出的全损歌曲在小冰屋内回荡起来。你丫闭嘴！快添木头！老哥，我服了老哥。老哥，快收了您的神通吧，我耳朵疼。烤火堆的火苗瑟瑟发抖，老海龟剩下那半条鱼都不要了，烤得比兔子还快。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所向披靡的大杀器，居然是脚底下老浮冰那刺耳的歌喉，但这精神污染就无法忍受啊！郝建飞快往烤火堆里添了块木头，火焰瞬间暴涨，老海龟也飞快回来，叼起来另外一条小海鱼，飞快地吞进肚子。这种感受，我不想再经历第2次。他十分痛快地给老浮冰倒了杯2锅头，然后十分客气地商量道：“老头，答应我，以后不唱歌，喝酒都是小事情。”老夫不唱了，你小子把烤火堆的火弄小点，太烫了。要死了！你特么居然往我脑袋上倒水！这一天天的，小小一个冰屋有断不完的官司。好，我走。目测烤火堆会和老浮冰大吵一架。老家伙居然还有这癖好。郝建无奈地摇摇头，往远处瞅瞅，海面上飘着一小片漂浮的冰块。老海龟，别看热闹了，该干活了，准备帮我捞冰块。谁特喵知道你壳这么脆？别瞅我，干活去。吃的不好会缺钙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干活可以，得加鱼。你少装，下去抓鱼抽条多少，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？大不了你多吃点，把龟壳养好不就行了？啥都懂，就是装，就是跟你玩极限拉扯。自己身边怎么都是这种货色？真怀疑自己进入这末日游戏之前，是不是缺了大德？但仔细回忆一下，除了工作过于认真，挤走了几个竞争者之外，貌似没干过什么太缺德的事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是空的，是空的，都是冰，都是冰。郝建才不管那些，捞起来直接分解。居然是合成图，合成塑料软管能干什么？充当吸管。潜水盔甲，看来接下来要探索大海深处的情况。现在只有塑料管而已，想要组成一个潜水盔甲，怕是还需要好多组件吧。郝建正琢磨呢，老海龟又推回来一个冰块。坚硬实用的潜水盔甲，组件中的强化外部壳需从特殊渠道获取。